3岁女娃被恶毒小师姐推下山崖，只因女娃晴天本是侯府一世千金，而今日就是沈家来寻女之日。上辈子婉婉跟随晴天成为侯府养女，重生一次的小师姐原以为从此就可以尽享本属于晴天的荣华富贵，没想到几日后，皇上喜天小公主，小师姐跟随父亲参见，怎料小公主竟是婉婉那日推下山崖的晴天。半山坡上，2个小道士正艰难地爬着。婉婉师姐，你说的灵芝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么珍贵的草药，当然是在山顶上，你快走呀！可是师傅说后山太危险，不让我们到这里采药的。师傅可是一向最疼你，如果不找到灵芝，他肯定会死的。你希望他死吗？想起卧病在床的师傅，晴天只觉小胸口疼了一下。不行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灵芝，治好师傅的病。看着小家伙艰难爬行的身影，婉婉眼中闪过一丝冷笑。晴天，加油啊！师傅的病可就靠你了。不久，2人爬到最高处，晴天一眼就看到山缝里有什么东西反射着金光。灵芝，金色的灵芝，师姐，真的有灵芝。不过就是随口一说，骗他上山，竟真让他发现了世间稀有的黄金枝。黄金枝可是稀世灵药，大长大的一点就值上万两银子呢。这个小丫头，难不成是井里投胎的？看向旁边的晴天，婉婉重新露出笑容。采到这颗黄金枝，师傅的病肯定能治好。来，我拉着你的手，你下去摘。晴天小心地探出身子，一下子就握住了灵芝。太好了，师姐，快拉我上去。对不起啊，晴天，师姐实在没力气，拉不动了。哎呀！失去婉婉的牵引，晴天小小的身体趔趄着晃了晃，一头跌下断崖。师姐，救我！看着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半山腰的云雾中，婉婉冷冷一笑，摸出从师傅盒子里偷来的玉佩。凭什么你去当正牌大小姐，我却只能跟着你当一个侯府养女？你就放心去死吧，我会替你认回侯府，享受荣华富贵的。落崖下的河道中，晴天吃力地从水下扑腾出来，手里还紧抓着那只小小的金灵芝。眼睛好疼，鼻子好疼，喉咙也好疼，救命！小鱼鱼们快来救我，我不要死啊！救命！河里的游鱼们仿佛受到了什么感召，不约而同向晴天的方向游过来。很小的时候，晴天就可以和山里的动植物说话，师傅特意叮嘱他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。鱼群在他身下越聚越多，沉下水面的晴天一点点被拖出水面。秦王殿下，快看，水里好像有人打窝。一道人影飞送而起，如剑在水面上轻点2下，落在晴天身侧的河水中。军前伸过手臂，将晴天拉到怀里，奋力游向岸边。快来帮忙，殿下小心啊！小妹妹，醒醒！殿下，孩子好像没气儿了。军前伸手将晴天扶成坐姿，右手手掌利落地拍在他的背后。晴天重重咳嗽一声，河水一滴没浪费，全喷在军前脸上。脏死了！看清小家伙的脸，长鹿惊讶地怔住。好个精致的小娃！自入宫后，长鹿就一直在军前身边伺候。有这么一个出众的小主子，长鹿在看别人早就看不到眼里，眼前这个小家伙却是让他好一番惊艳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我叫晴天，住在山上的话，大哥哥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不是奴才，是秦王殿下。晴天抬起小脸看过去，一个少年清瘦高挑，衣袍上湿漉漉的滴着水，却一点也不显得狼狈。哇，好美的脸，比师傅书里画的神仙还要好看。姐姐是天上下凡的神仙吗？殿下是男子，不是姐姐，还不去道谢？原来晴天认错了，不是姐姐，是哥哥。谢谢神仙哥哥救了晴天的命。师傅说滴水之恩，涌什么来的？看小粉团子皱着小眉毛，一脸为难的样子，长鹿一阵不忍，正准备提醒，晴天突然眼睛一亮，我想起来了，滴水之恩，永结同心。军前俊脸一黑，神仙哥哥，晴天说错话了吗？晴天应该是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永鹿一对眼睛担心地看向自家小主子，这位的脾气可一向是反复无常，万一惹恼可就麻烦了。殿下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绝不是轻薄您别生气。对不起，神仙哥哥，师傅教的成语太多，我被串了。不过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军前扫一眼小家伙，俊脸上依旧是一脸淡漠。长鹿，你带2个人将这小东西送回道观，其他人随本王回行宫。小东西是说我吗？神仙哥哥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人。军前唇角一抽，努力咬着牙，控制住脸部表情。长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山路不好走，拿长鹿哥哥背你回去好不好？不行，晴天自己可以走，要是把哥哥衣服弄湿，
哥哥会生病。晴天的视线落在军前的湿衣服上，哥哥全身都湿了，吹风会冻坏的。跟晴天回道观换身干衣服吧。自己还顾不过来，还有心思担心我。本王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聒噪，聒噪！我们道观里有锅，也有灶。神仙哥哥是饿了吗？晴天给你煮地瓜吃好不好？小家伙，上马，我送你回去。殿下不是要杀人，是要送人。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，今儿这位小爷怎么突然发善心了？与此同时，山谷另一侧，一队黑甲骑兵正急奔过来，为首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认出来人就是镇北侯晴天的亲爹沈怀瑾。婉婉的心激动的狂跳起来，婉婉假装着慌张的样子，扑摔在官道上，嘤嘤嘤的哭起来。小姑娘，没事吧？生怕对方注意不到玉佩，婉婉顺手摆了摆玉佩。哎呦，好疼！目光触到他胸口处垂着的玉佩，沈怀瑾呼吸一滞，这不是女儿的玉佩吗？与当年女儿走丢时所戴一模一样。沈怀瑾两只大手紧紧抓住婉婉的胳膊，说：“你这玉佩从何处来的？”师傅捡到我的时候，玉佩就在我身上。师傅说这是我爹娘留给我的。那你师傅是什么时候捡到你的？师傅3年前捡到我。师傅说那时候刚过完元宵节。难道她就是自家走丢的小女儿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女儿生于夏时，右臂上有一个莲花形状的红色胎记。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十分惊奇，如果这孩子的手臂上也有胎记，她一定就是我的女儿。深吸口气，沈怀瑾缓缓地推起她的衣袖，小姑娘细嫩手臂一侧，果然有一只莲花形的红色胎记。丁儿，爹爹总算找到你了。脸窝在男人颈间，婉婉眼中闪过得意，亏得她提前照着晴天的胎记，在自己手臂上也纹上红印，果然顺利过关。你是我爹爹吗？没错，爹爹和娘亲找你3年了，爹爹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爹爹，我也想爹娘。快马回府通知夫人，就说四小姐找到了。是。随行的将官们纷纷围到二人身侧道驾。这就是四小姐，真是佛祖保佑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。恭喜侯爷，驾喜侯爷，将军千金失而复得，今晚一定要好好喝一碗。沈怀瑾中年得女，一向宠若至宝。元宵赏灯时，因奶娘疏忽爱女走失，这3年来，沈家不知道耗费多少人力物力，到处打听女儿的消息，竟然能在回京途中偶然遇到，这可不是天大的喜事。喝酒的事先不急，告诉爹爹，你师父在哪？爹爹去好好道个谢。师傅他已经死了，道观里没有别人。婉婉都饿了好几天了，幸好遇到爹爹，要不然我还以为我也要饿死呢。目光扫过女儿乱糟糟的头发，满是尘土的半旧道袍，沈怀瑾的心都疼得凝成一团。不会的，从现在起，你想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爹爹都会给你的。启程回府。婉婉看向远处高耸的险峰，细长的眼睛里目光超过年龄的阴冷。晴天，这辈子你就乖乖在河底喂鱼吧。你的荣华富贵，你的上好姻缘，疼爱你的侯府爹娘，把你捧在手心的哥哥们，这一世全都是我的了。晴天几人在破旧关门前停下，关门上匾额歪斜，似乎随时都能掉下来。正殿连门都没有，破损的墙纸在风中呼呼作响。这哪里是什么道观，分明就是废墟。院中的药草仿佛吸过天地精华似的，一颗颗都是灿烂峥嵘，比起太医院里种植的药草，明显茂盛得多。师傅，我找到黄金灵芝了。看到木床上的白发道人，晴天呆滞在原地。他天生能感觉到生命力，不管对方是人兽还是植株药草，只一眼，晴天就看出师傅的生命力已经快到尽头。师傅，你不要死啊！师傅，你不要死啊！师傅，晴天不哭，师傅是驾鹤西游，要与华成仙上天，享福去了。那师傅能带晴天一起走吗？晴天太小，骑不了鹤，听话，把书架上的盒子拿来。晴天不要盒子，晴天只要师傅。军前拿过木盒放到老道人手上，这里面的玉佩是师傅捡到你时在你身上发现的，担心你弄丢，帮你收起来，你自己收好。看到一身画衣的军前，老道长浑浊无神的眼神里染过一抹亮色。小公子是贵人，求你带他走，给这孩子一条生路。师傅，站在门外的侍卫们个个露出心疼的神色。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离别，实在可怜。长路到后山寻处清静之地，挖好墓穴。是。注视着全身都在颤抖的小身影，军前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。
别哭了。本王说不许哭，那你就自己在这儿哭吧。对不起，神仙哥哥，我不是不听你的话。小姑娘眼睛通红，努力忍着，肩膀还在一抽一抽的。你师父变成神仙，到天上享福是好事，你不用难过。可是师父都没有仙鹤，怎么飞到天上啊？天上有很多仙鹤，他是神仙，捉一只就是。那师父怎么不飞走啊？他是魂魄飞上天去，你当然看不见。可是我舍不得师父，神仙哥哥，我好害怕。不用怕，哥哥会帮你找到爹娘，送你回家。谢谢神仙哥哥，晴天可以帮你干活，晴天会洗碗，还会煮地瓜，晴天还能帮你种药草。不知道老道长的名字，军前只能写上晴天师傅之墓。长路指导着小家伙，认认真真给老人家磕了3个头。走吧。等等，我收拾一下东西。片刻，晴天爆出了好几个破罐子。晴天，这些就别要了吧。不行，这些可是我的宝贝，别的东西可以不要，师傅留给我的药草种子可不能丢下。破瓶子、烂罐子算什么宝贝？闭嘴，全部帮他带上，不许遗漏。这里除了道长和你，还有什么人？婉婉师姐，她在哪儿？晴天将之前采药的事情简单说明，他毕竟还小，哪里能看向婉婉的恶毒心思，只说2人一起采药，师姐没抓住自己掉下山崖。殿下，再不回去，只怕要赶不上晚课了。万一皇上怪罪下来，只怕您又要挨罚。留2人守住道观，如果发现有人回来，一共带回行宫。京城镇北侯府大门外，顶替晴天认亲的婉婉也到了京城。宁儿，快叫娘亲！娘亲，宁儿，我可怜的宁儿。夫人，小姐回来是好事，您别哭过身子。是啊，夫人，别把孩子吓着。宁儿妹妹，3哥来了。沈玉礼看到站在眼前的婉婉，皱起了眉毛。爹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记得妹妹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又大又亮，她眼睛怎么这么小呀？听到沈玉礼的声音，婉婉气恼地握紧小拳头。该死的沈家老三，竟然第一眼就看出我是假的了。不许这样指妹妹，妹妹长大了，哪能一直像小时候一样？哼，是啊，三少爷，您现在和小时候也不一样啊，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四小姐以后肯定也和夫人一样是大美人。沈玉礼上下打量婉婉一眼，心里总感觉不对劲儿。什么越变越好看？眼前的妹妹明明是比以前难看。沈玉礼没心没肺随口一句，沈夫人杜若却听到心里，她仔细看看对方的眉眼。眼前的小姑娘面貌也称得上清俊精致，只是儿子说的没错，自家女儿那双眼睛又大又圆，确实不太像。这当真是自己的女儿吗？京郊行宫落星殿，2个小宫女正帮晴天洗澡。快看，咱们晴天连胎记都长得这么漂亮，看着好像是荷花呢。而且我怎么闻着晴天这么香啊？我听老人家说，身上有红色胎记的人都是天上的神仙转世。晴天又香又好看，一定是花神转世。晴天被2人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，红着小脸低下头。宫里没有小女孩的衣服，大家只能将宫女的衣饰改小改短一些，普普通通一套宫女装穿到晴天身上，竟显得格外华美几分。晴天，我是清河姑姑，殿下的掌事宫女。清河姑姑好。啊，你们给晴天用的什么香膏，这么好闻？殿下一向不喜欢那些东西，奴婢们哪敢乱用，这可是咱们晴天自己的香味。是啊，晴天胳膊上还有一个莲花胎记，我们都觉得她是花神转世。清河也是暗暗称奇，不过随后转过脸，认真向2人提醒：皇宫里规矩多，不比其他地方，最忌讳的就是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，一句无心之言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。这些话到此为止，切不可到外面乱说。是姑姑。晴天饿了吧？想吃哪个？晴天看看桌子上见都没见过的菜，用力吞了口口水。晴天还不饿，等神仙哥哥回来，我们一起吃。话刚说完，不争气的小肚子立即发出了声响。啊，该死的肚子，快停住啊！谁让你乱叫的？好丢人！看着小家伙可爱的样子，清河和2个姑娘都是忍俊不禁。殿下要陪皇上用晚膳，晴天不用等，来，姑姑喂你。晴天自己会吃饭，不用清河姑姑喂的。这么大的孩子，竟然这么懂事。每个菜只尝一口，晴天的小肚皮就被塞满。清河姐姐，我能留几块点心给神仙哥哥吃吗？殿下哪里会缺点心？是啊，晴天，殿下想吃什么都有。你们懂什么？殿下不缺点心，晴天这份心意却是最难得的。这几盘点心是殿下平日喜欢的，
留着等殿下回来当宵夜。晴天忙着从椅子上爬下来。晴天，你这干什么？清河姑姑收桌盘子、洗碗，晴天都会。清河又是好笑又是心疼。这些活计自然有其他人做，用不着晴天动手。晴天也想帮哥哥姐姐的忙。晴天心里记挂着军前，一直不见军前回来，有些担心了起来。清河姑姑，神仙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个清河姑姑说了可不算。今天殿下回来晚，错过晚课，东宫那边肯定又要借机挑事儿，殿下不会挨骂吧？晴天听说军前要挨骂，顿时紧张起来。谁要骂神仙哥哥呀？清河姑姑，神仙哥哥在哪儿啊？看到那边最高的2层大殿吗？那里是皇上住的乾坤殿，殿下就在那里。一想到自家神仙哥哥正在被人骂，晴天哪里坐得住？清河姑姑，我能过去看看吗？晴天就看去神仙哥哥一眼，行吗？清河原是军前母妃淑妃的宫女，初入宫时不懂规矩，亏得淑妃照拂才保住性命。淑妃去世后，她成为军前身边的长侍姑姑，从小看着军前长大，对小主子一向忠心耿耿。军前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清河也是有些放心不下。好，咱们就过去看看，你要听姑姑的话，不许乱跑。好的，我带几块点心给哥哥吃。一大一小穿过宫道，没走几步，清河突然停下脚步。晴天，快躲起来！一队御林军缓步而来，清河一眼就认出是皇后的轿子。军前的生母在世时最得君宠，军前自幼就显示出不凡天资，皇后看军前自然是千万个不顺眼。若是让他知道殿下从宫外带回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只怕会给惹麻烦。来不及反应，赶紧将晴天藏了起来。晴天，你躲在这里，不要出来，也不要出声，知道吗？晴天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还是乖乖地点点头，抬起小手捂住嘴巴。哟，这不是清河姑娘吗？这大半夜的，清河姑娘不好好在落星殿待着，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回嬷嬷的话，秦王殿下久未回来，奴婢不放心过去看看。话轿内，皇后娘娘重重冷哼一声：“你家殿下错过晚课，还敢忤逆皇上，在大殿里被皇上罚跪，今晚上回不来了。多谢娘娘提点，奴婢以后一定多多劝解殿下。你知道就好。早就听说清河姑娘针线最好，刚好本宫有件去衣破了，你来帮本宫补一补。”皇后娘娘明鉴，清河手笨眼拙，只怕活计入不了皇后娘娘的眼。大胆奴才，皇后娘娘的吩咐你也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即刻随娘娘回宫。太监们重新抬着轿子继续前行。清河正想要向晴天交代几句，周嬷嬷一对3白眼冷冷斜过来：“清河姑娘，磨磨蹭蹭干什么嘛？还不跟上来？”晴天目送众人走远，小心翼翼地钻出身子。刚刚好像听轿子里的女人说，神仙哥哥在挨罚，不行，我必须过去看看。眼前的小姑娘第一次入宫就迷了路，但她丝毫不慌，只因她有和动物沟通的能力。随后，晴天和路边的小猫招了招手：“小猫猫，快过来帮忙！你能带我去找神仙哥哥吗？我要去那里，你认识路吗？”那当然，认路的本事本猫子称第2，美美敢称第1。太好了，你快带我过去。随后，一人一猫穿过殿宇间的偏僻小路，很快就来到乾坤大殿一侧。晴天抬着头，看看眼前高耸如山的宫墙。笨猫猫，我又没爪子，这里又没树，怎么上去？人类真没用，你可以从这里钻进去。将包着点心的手帕塞到怀里，晴天弯下身，手脚并用，顺利钻进宫墙。见白猫还在墙外，晴天招招小手：“猫猫，快进来啊！”高贵的猫怎么可能去钻狗洞？什么人？看到是只猫，御林军们摇摇头，重新回到大路上巡逻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小奶娃刚刚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进了乾坤大殿。晴天看看眼前那些都长得差不多的房子，这么多房间，神仙哥哥在哪呢？什么人？对上小家伙大大的眼睛，御前4品带刀侍卫林长青错愕的怔住。这刺客可爱的有点过分。叔叔，你抓到我头发了，好痛！忽然有点内疚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哪个宫里的宫女？到这里做什么？我是来问路的，你突然把我抓起来，吓了我一跳。哈哈哈！你要找朕问路？当然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嗨，放肆，还不跪下！一个小宫女哪有这样和皇上说话的？师傅只说问人的时候要不怕掉牙的问，也没说要跪着问啊。小娃娃，你是说不耻下问吧？伯伯说的对，师傅说的就是不耻下问。晴天总是记错成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晴天，雨后烟景丽，晴天散于霞的晴天。晴天散于霞，好名字。小晴天，你想去哪儿？
我要去找神仙哥哥，他背坏皇上罚跪，我来给他送点心。小奶娃，你这是牙都没长齐，就想玩命吗？天下人都怕皇上，唯一不怕他的军前。自从母妃去世后，与他这个父亲也是越来越疏远。突然遇到这样不怕他的小可爱，君承安只觉得新鲜，并没有生气，微弯下身，一代天子少有的露出温和的笑容。你为什么说皇上是坏皇上啊？神仙哥哥又没有做错事，皇上却罚他跪着，那不是坏皇上是什么？你的神仙哥哥贪玩晚归，没有及时回来上晚课，难道不该罚吗？才不是，你说的不对，神仙哥哥是救我才回来晚的，他是做好事。哦，那你倒说说，你的神仙哥哥是怎么救你的吗？我从山上不小心跳下来，落到江里，是神仙哥哥把我捞上来，还送我回道观，然后我师父骑着鹤到天上当神仙去了。小家伙说的东一句西一句，并不详细。君承安毕竟是天子，凭着这些信息也猜到大概。想到失去母妃的军前，他脸上也露出几分伤怀的表情。明明是做好事，却一个字也不向朕解释。朕这个当父皇的，难道连句实话都听不到吗？皇上，宫中规矩繁多，秦王殿下一定是可怜这孩子孤苦，才没敢说实话。伯伯知道神仙哥哥在哪儿吗？你的神仙哥哥就在里面的大殿，穿过院门上台阶就是，快去看他吧。谢谢伯伯。晴天转身，迈着小短腿，跑向院门的方向。长青啊，去把大殿里的守卫撤掉，别把孩子吓着。属下遵旨。晴天畅行无阻地来到大殿，跪在青石地上的军前吃了一惊。晴天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神仙哥哥，晴天可算找到你了，饿了吧？快吃点心。你快回去，小心被别人看到。神仙哥哥不用怕，外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外面值守的御林军难道不在？哥哥快吃，这些点心好好吃的，又甜又香。原本漂亮的点心，此时变成了花花绿绿的一团点心渣。神仙哥哥对不起，刚刚钻狗洞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压坏了。为了给我送点心，他竟然是钻狗洞进来的。没关系，哥哥就喜欢吃碎点心，那哥哥多吃点。恭喜殿下，皇上说让殿下早些回去休息，别再耽误明日早课。刚刚父皇在大殿上大发雷霆，说要罚跪一整晚，这才半个时辰不到，就要放我回殿。殿下膝盖都跪疼了吧？来，长路扶您回去。晴天，你怎么知道哥哥在这里的？一个伯伯告诉我的。那个伯伯长什么样子？伯伯他长着2个眼睛，1个鼻子，2个耳朵。说了等于没说。有能力让侍卫们离开的，不可能是普通人，难道是父皇？晴天，你遇到的那个伯伯是不是看上去特别凶，特别可怕？才不是，伯伯和长路哥哥一样，很爱笑，说话特别和气，还帮晴天指路呢。爱笑和气，那位严厉的君王父亲可是很少笑，更不会和气的。殿下久未回宫，清河姑姑只怕都等劫了，殿下先回宫再说吧。清河姑姑原本是和晴天一起来的，半路上被一群人带走了。什么人把清河带走？一个女人坐在金色的轿子里，清河姑姑好像很怕她，还让我躲起来不要出声。有资格坐金色轿辇的女人唯有皇后，那个女人一向阴毒，清河被她叫去，肯定没有好事。你立刻去凤仪宫，就说本王明日早课要用的狼毫笔找不到，让清河姑姑马上回宫。是。凤仪宫。娘娘，衣服已经补好，请您过目。清河姑娘这手艺果然是巧夺天工。是啊，若论起女工，谁能和清河姑娘比？来人，将德秀公主没绣完的撒花流仙裙拿来，辛苦清河姑娘也帮忙绣一绣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前王殿下派人过来，说是明日早课要用的东西找不到，让清河姑娘马上回宫。皇后和周嬷嬷对视一眼，这才1个时辰不到，皇上就免了军前的责罚。听说军前顺利回宫，清河心中暗喜。启禀娘娘，宣旨是明日早课要用的，若是殿下找不到，只怕明日皇上知道又要责骂。如果娘娘不嫌弃，奴婢将公主殿下的裙子带回去绣，您看如何？清河姑娘是殿下的红人，本宫怎么敢让你熬夜绣衣？以后请王下殿下再出什么岔子，本宫唯你是问，还不管。清河告退。说是罚跪一夜，这么快就把人放了，皇上对秦王未免太纵容了些。这次算他运气好，早晚有一天，本宫要送那剑种到地下见他拿。你去仔细打听打听，是谁向皇上求情，放那小剑种出来的？晴天，师傅留给你的东西，你看过了吗？小家伙将木盒抱出来，递到军前手里。我想和神仙哥哥一起看。
军前打开盒盖，眉间皱中一条，木盒里根本没有玉佩。晴天把玉佩弄丢了。晴天不哭，你仔细想想，这盒子还有谁动过？宫女姐姐带晴天洗澡，晴天就藏在枕头下面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连晴天的东西都敢偷！殿下，奴才没有进过晴天的房间，殿下，奴婢冤枉啊！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清河姑姑，晴天的玉佩没了。这房间是奴婢亲自收拾，内殿的人都是咱们从宫里带来的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。会不会是丢在路上了？不可能，回来时晴天一直将盒子抱在怀里，没有打开过。有没有可能是在道观丢的？平日里大家对军前都是忠心耿耿，绝不可能乱动晴天的东西。明日哥哥再去一趟道观，一定帮你把玉佩找回来，好不好？谢谢神仙哥哥。晴天抬起小手揉揉眼睛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来，我们晴天先睡一觉，明天等殿下上完早课，就去帮你把玉佩找回来。躺到小枕头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哎，这么懂事乖巧的孩子丢了，爹娘不知道多心疼。军前站在床侧，注视着小家伙的睡眼，暗暗握紧拳头。晴天，哥哥一定帮你把玉佩找回来。上一世他是后府的丫鬟，重生一世他抢了真千金的身份，刚被接到府上就看到满屋子的金银珠宝。这里面肯定是便宜爹娘准备的金银首饰，发财喽！你们全都出去，走远点，不许进来。侯府里对下人一向体恤，很少对下人呼来喝去。这位四小姐还真是架子够大。婉婉吃力地将大木盒抱起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却是一脸激动。这么重，不知道有多少金银珠宝。看到盒子里的东西，顿时傻了眼。金银珠宝呢？怎么全都是男孩子玩过的旧玩具？知道之前说错话，沈韵里是特意来向妹妹道歉的。为了讨妹妹欢心，她索性把自己珍藏的宝贝都抱过来送给她。眼看着婉婉抓起那只鹿皮弹弓，沈韵里一阵激动。不愧是自家妹妹，一眼就看中了至尊宝贝，真是有眼光。这可是爹爹用关外的狼精帮我做的，能射中几10步之外的小鸟。宫里六皇子磨了我好几回，都没舍得给妹妹这么喜欢，肯定会原谅我的吧。房间内，什么垃圾东西，打发乞丐吗？眼看着自己的宝贝被摔到地上，沈韵里的心都要碎了。你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摔坏？李儿、宁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心好意给他送玩具，他不喜欢就算了，还全摔在地上。这木剑是大哥给我刻的，这小狗是二哥给我的生辰礼物，他太过分了。能晴，不是我摔的，是哥哥自己摔坏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从床上推下来的。这么大的盒子，我怎么抱得动？能晴，哥哥冤枉我。沈韵里一向是急脾气，心爱的东西被摔坏，还被对方冤枉，怒气早已经在爆发的边缘。注意到婉婉的一只脚还踩在自己心爱的弹弓上，终于忍不住爆发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婉婉被推得重重摔在地上，屁股摔得生疼，又气又恨，撒泼的哭喊起来。能晴，好疼，哥哥打我！呜！宁儿，不哭，看看娘拿了什么过来给你。好漂亮，娘亲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了，这些全是给我们宁儿做新衣服的。告诉娘亲，宁儿喜欢哪个？宁儿都喜欢。好，那咱们就每样都给宁儿做一套。杜若嘴上哄着，目光扫过床褥，她动作一顿。宁儿，你和娘亲说实话，这些玩具到底是怎么摔的？满心向往的新衣服，婉婉并没有注意到，杜若表情有些异样。哥哥准备放到床上给我玩，走到床边没抱住，摔到地上了。你为什么要撒谎冤枉哥哥？能晴，宁儿没有。那床单是怎么弄坏的？杜若嫁到侯府前也是名门之后，原本就聪慧过人，婆母去得早，她长家10多年，自然更是眼明心细。若不是装玩具的盒子，从床上推下去，崭新的床褥怎么会多出划痕？能晴，宁儿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些可都是你三哥的宝贝，他好心送来给你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娘，宁儿错了。以前每次宁儿做错事，师傅就打我，宁儿就是害怕娘亲生我的气。杜若哪会想到，一个几岁的孩子还会演苦肉计？听说他天天被打，顿时一阵心疼。宁儿不怕，是人都会做错事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怕就怕做错事情还不敢承认，那才是一错再错，知道吗？宁儿知道了。那娘亲会不要宁儿吗？宁儿可是娘亲最疼的小宝贝，娘亲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宁儿也最喜欢娘亲了。这个杜若也太精明了，以后还要万事小心才行。来，宁儿乖，
和囊青一起把东西收拾好，去给三哥道歉。对自家孩子，杜若虽疼爱，却不会纵容，哪怕对方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，也不例外。都跪着求饶了，还要我去道歉？快去呀！三哥哥，刚刚是宁儿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沈玉里没动。熊孩子谱还挺大，以后宁儿再也不敢了。三哥别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老三是直脾气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向是最好哄的。妹妹都这么道歉了，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宁儿，哥哥睡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明天囊青再陪你来一次，重新向三哥道歉，三哥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明天还要来。两人重新回到主院，生怕杜若在婆婆妈妈的讲大道理。婉婉闭上眼睛装睡。小点声，孩子刚睡下，你轻点。若若，宁儿好不容易找回来，咱们是不是办个宴会，好好庆祝一下？前世晴天回来的时候，沈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皇上、皇后和达官显贵送来的贺礼，足足装满一整间库房。当时杜若可是将所有的礼物都留给了晴天当嫁妆。晴天啊晴天，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东西，现在可全都是我的了。言外，庆祝的事情先不急，过些日子再说。这孩子现在需要好好教导。宁儿还不到4岁呢，长大自然就懂事了。正因为小，才要及时教导，要不然以后会闯大祸的。娘子说的是，家里的事你说了算。沈怀瑾啊沈怀瑾，亏你还是镇北侯，连自家老婆都管不了，是不是男人嘛？到手的金银珠宝又飞了。京北行宫后花园，晴天蹲在松树下，用小铲子将松针土挖进花盆。师傅说过，松枝土最适合种灵芝，将采来的金灵芝种在盆里，以后就有用不完的金灵芝啦。救命啊！苗，救命！小猫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苗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！小猫猫不怕，晴天马上帮你治伤。站住！不远处，5、6岁模样的小姑娘，一身华丽紫色衣裙，手里握着一根细长的鞭子，瞪着他。你教我吗？废话，把那个死猫给本公主放下。哎，不要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能打他。大胆狗奴才，竟然敢不听本公主的话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怎么随便打人啊？本宫打的就是你。老道长未病之前，也教2个小徒弟习武强身健体，比平常孩子力气要大些，也更加明智。养尊处优的小公主哪里是他的对手？来人了！公主殿下，怎么了？这位紫衣小姑娘不是别人，正是皇后的亲女儿德秀公主。抓住她！你们来的正好。师傅说得好，打不过就跑。站住！一个小蹄子还敢跑！小家伙越跑越慢，慌乱中顾不得看脚下，被突出的石板绊倒。小心！晴天抬起小脸，正对上一对黑亮温柔的眼睛。眼前少年的那张脸和神仙哥哥一样好看，只不过眼前的哥哥和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如果说君前像是师傅提过的天山雪莲，眼前的大哥哥则更像是春天石山上的桃花，很亲切，很温暖。小妹妹，没事吧？谢谢哥哥。不用客气，真是奇怪，明明不认识他，怎么会觉得这孩子好像在哪里见过？公子好像是皇后宫里的人。奴婢见过沈公子。沈运文是镇北侯沈家的二儿子，自幼聪慧过人，3岁识字，6岁时便能出口成章，7岁时被皇上招入皇宫，成为太子和皇子们的伴读，深受皇上喜爱。皇后一心希望将他培养成太子亲信，对沈运文也是明里暗里的拉拢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抓过来，乱棍打死！不知道这孩子做了什么错事，公主殿下要将他打死。他抢走本公主的猫，还敢打我！大哥哥，他说谎，本公主才没有说谎。你就是说谎，他不光打猫，还拿鞭子抽我，小猫猫的后腿都被他打流血了。德秀公主气骂：大胆，一只猫而已，本公主打他是看得起他。皇上封公主为德秀公主，就是希望公主殿下明德温厚，你们如此纵容公主，若是让皇上知道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奴婢不敢。皇上这会儿也差不多批完折子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就要到花园散步，还不带公主殿下回宫。多谢公子提点，奴婢告退。公主殿下，咱们回宫玩好不好？奴婢回去陪您玩毽子好不好？不要，你们放开我！这个富家少爷只因救了一只猫咪，没想到却阴差阳错换了自己一命。也不知道骨头断了没有。大哥哥别担心，小猫猫就是破了皮儿，骨头没事，晴天帮他上点药，很快就好了。随后晴天拔来一颗蒲公英，捣碎后便敷在了白猫的伤口上。看着小家伙熟练的动作，沈运文一脸惊讶：你还懂这些呢？
师傅教我的。蒲公英不光能治外伤，还能内服治病呢。你不会是太医院的小学徒吧？太医院是谁啊？沈韵文突然咳嗽起来。太医都说让您安心养病，你偏要出来，若是着凉病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。天天在房间躺着，都要闷死了。我只是出来透透气，没事儿的。大哥哥，你快死了！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公子可是刚刚救过你，你怎么能咒我家公子死呢？晴天不是咒哥哥，是哥哥真的要死了。你胡说，我家公子才不会死。我没有胡说，哥哥的肺正在流血，再不治就没救了。你再敢乱说，我晏叔，别吓着孩子。随着他的咳嗽，鲜红的血水溅满少年人的掌心。沈韵文虚弱的喘了口气，眼前一黑倒了下来。公子，您坚持住，晏叔马上带您去找太医。你们听我说完啊，我可以救。晴天，姑姑可算找到你了。绿珠，快去请太医，带沈公子去洛星殿，那里更近些。几人急匆匆来到洛星殿。晴天看看沈韵文苍白的脸，转身奔进自己的房间。小灵芝，你快点长，我要用你给大哥哥治命，要不然大哥哥会死的。灵芝仿佛是听懂他的话似的，在花盆里微微插了插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生长起来。眼看着那片灵芝长到他手掌大小。沈公子他怎么样？沈公子原本体弱，再加上又染上风寒引发旧疾，病入肺腑，下官医术浅薄，恐怕无法治愈。依下官之见，还是禀明皇上将沈公子送回京城，找太医院白院士诊治为妙。我家公子现在病得这么重，哪里经得这么久的颠簸啊？太医，我求您救救我家公子吧！哎，不是下官不治，实在是……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给哥哥治病呀！还不退下，胡闹什么？晴天乖，哥哥现在病得很重，你先到外面玩好不好？我要是不救哥哥，他会死的。晴天，清河姑姑知道你是好意，只是大哥哥现在病得很重，要太医帮他开药才行。清河姑姑放心吧，晴天能治好哥哥。真是无知小儿，信口雌黄。晴天，你真的会治病？晴天用力点头。那你要怎么治？我有药，哥哥吃下去就会醒了。你这个小娃，人不大，牛皮倒吹得不小，哪有什么灵丹妙药，人吃下去就会醒的。就是这个。小家伙嫩白手掌上，成年人拳头大小的金色灵芝，闪动着一层淡淡的金芒。金灵芝，你竟然有金灵芝！老夫学医数十载，这等稀世奇珍也只是在医书上见过。金灵芝可是大补灵药，配上丹参等物，说不定就能帮沈公子稳住病情。用不着那么麻烦，哥哥的病只要这一味药就行。太医救人心切，哪会在意他的说法？转身走到桌边开药方。你拿这个方子去药炉，越快越好。快住手！你在给他喂什么？我在给哥哥吃灵芝肉。沈公子现在病重，虚不受补，哪里能这样吃灵芝？你这样会害死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才不会！晴天是在救人，不是害人。哥哥马上就会醒的。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你这样的法子要是能救人，本官以后拜你为师。你又老又凶，我才不要你这样徒弟。小东西竟然还嫌弃我！你们两个别吵了，我家少爷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是啊，太医，事已至此，你先帮沈公子看看，可还有其他方法补救。太医瞪一眼晴天，捧住沈韵文的手腕，将手指放到她的腕脉上，感觉到指下沈韵文凌乱的脉象。太医破着眉长叹了口气：沈公子脉象虚弱凌乱，这是药补的太过了，伤到了根基，只怕是挺不过去了。听太医说的这么严重，周晏殊心脏缩紧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要是小公子有什么闪失，下官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如何向镇北侯和夫人交代啊？上前一步，他一把抓住晴天的衣领，哭吼出声：要是我家公子有什么闪失，我要你的小命！周晏殊话音刚落，身后床上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几人同时转过脸，刚刚还在昏迷的少年睫毛轻轻颤了颤，缓缓地睁开眼睛。公子，您怎么样？刚刚沈韵文脉象大乱，应该元气大伤才对，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快让本官来看看！太医急步走过来，重新将手指放上他的脉搏。太医，沈公子怎么样？真是奇了，沈公子脉象平稳不少，已无性命之忧。沈韵文轻喘口气，一脸感激：多谢先生救护。沈公子可别这么说，刚刚救下您的可不是本官。那是，当然是我们的小福星晴天了。其他几人的目光同时落在晴天身上，被众人看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不是晴天救了哥哥，是灵芝救了哥哥。
晴天就别谦虚了，金灵芝再厉害，要是没有晴天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。更何况金灵芝也是晴天拿来的，不是？哥哥没事，晴天就放心了。看着小家伙天真无邪的笑脸，周艳舒一阵内疚。小姑娘可是公子的救命恩人，刚刚我怎么能那么对她？刚刚都是晏殊太鲁莽，请晴天原谅。哥哥快起来，地上又凉又硬，你的膝盖会疼的。周艳舒认认真真给他磕个头，重新站起身。晴天就像我家公子，就是晏殊的恩人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周晏殊的地方，你一句话，晏殊赴汤蹈火，两肋插刀。不行不行，哥哥要把自己扎死，晴天可救不了你。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。太医轻轻咳嗽一声，走到晴天面前，虚心请教：请问晴天小姑娘，你连脉都没诊，怎么知道沈公子需要强补才能起死回生？太医学医多年，医书他不知道都看过多少，这样使用灵芝的法子，他还是头一回见到。什么叫强补啊？连强补都不知道，他就能治病救人，难道这就是所谓天才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习医多年，医术竟然比不上一个几岁的小娃娃。太医心中五味杂陈，嘴上却依旧是态度恭敬。以你之见，沈公子的病后面该如何治疗？每天吃金灵芝，连续吃1个月，大哥哥就会好的。太好了，那咱们就吃它2个月。还2个月？这金灵芝可是稀世灵芝，医书记载10年方长1寸，100年才能长成晴天手里这么大的一块。那只要能将公子的病治好，我镇北侯府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。金灵芝向来有价无市，照晴天这个用法，至少需要10几片才够。众人都是一怔。诸位不用担心，韵文这条命已经保住，以后慢慢调养就是。几人都沉默着没出声。刚刚大家说的话，晴天其实也没听明白多少，只是听懂银子之类的关键词，只当沈韵文是担心自己没钱。大哥哥不用担心，晴天不收你的银子，哥哥吃多少，晴天就帮你种多少。种？那可是稀世灵芝，怎么到这小娃娃嘴里就跟地里的大白菜似的？沈韵文没有习过医术，从太医刚刚的话中也明白金灵芝的珍贵，10年才能长1寸，就算他真的会种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种够他需要的分量？注视着小家伙含笑的大眼睛，沈韵文心中一阵感动。那哥哥就麻烦晴天了。窗外，小太监尖细的声音从院门的方向传过来：皇后娘娘驾到。这个小姑娘只是和灵芝说了一句话，下一秒灵芝就冲破了房顶，只因富家少爷身患重病，需要她来救治，起死回生。皇后娘娘驾到。完了完了，一定是德秀公主告状，皇后娘娘来找麻烦了。晏殊，扶我起来。晴天只是一个小宫女，在皇后娘娘的眼睛里，她是还不如皇宫上的一片瓦重要。小家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皇后伤害着孩子。当事人晴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马上就要降临。哥哥病还没好，不能乱动。是啊，沈公子，您现在万万不能动啊。哥哥没事，晴天别担心。清河姑娘，快把晴天藏起来。沈公子，这是何意？刚刚在花园，晴天为了救白猫，冲撞了德秀公主。皇后娘娘现在过来，肯定是来找她麻烦的。晴天原本就是来历不明，被君前私藏在宫里，现在又冲撞德秀公主，若是让皇后娘娘看到她，肯定是小命难保。来，晴天，快跟清河姑姑走。奴婢见过郑嬷嬷。皇后娘娘亲临落星殿，清河姑娘身为长室宫女，不出来接驾，这么慌慌张张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宫女不懂规矩，清河担心她冲撞到皇后和嬷嬷，所以想带她出去。哟，这是什么人？还要清河姑娘这么护着？让开，让老奴也瞧瞧。嬷嬷说笑了，一个刚入宫的小丫头，哪里入得了嬷嬷法眼？清河姑娘这么护着她，怕是她做过什么错事吧？这小蹄子哪来的？他是我的人，嬷嬷有事，冲我来。沈公子，您不是身子不适，怎么不好好养病，到这儿来做什么？晴天根本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大哥哥，你怎么起床了？皇后娘娘牵着德秀公主的小手，在一众宫女太监的护卫下走过来。母后，就是这个小奴才打我的。郑嬷嬷，奴才以下犯上，冲撞皇家子孙，该怎么罚？回皇后娘娘，宫女冲撞皇子，轻则杖责30，重则杖毙。晴天她还小不懂事，请皇后娘娘开恩。皇后娘娘，刚刚冲撞公主的不是晴天，而是臣下。沈叶文，你以为你是侯门子弟，本宫便不敢罚你。这些年，
皇后各种拉拢，试图让沈韵文投靠到她亲生儿子。这个沈韵文一直对她不冷不热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小宫女还敢顶撞她。启禀皇后娘娘，臣下之所以冲撞公主，也是事出有因。事出有因，你的意思是本宫的德秀公主错了？德秀公主打伤白猫，晴天善意阻止，德秀公主却命人要将她活活打死。皇后一向仁厚，想来一定不会纵容公主做出这种残忍之事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有错自有皇后教导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指手画脚？臣下乃皇上御赐伴读，国子助教，教导年幼皇子皇逆，原本就是臣下的责任。沈韵文年纪虽小，却有天子亲赐的职位，哪怕是想要鸡蛋里挑骨头的皇后，一时间也是想不出反驳之词。皇后娘娘，沈公子大病未愈，刚刚才从鬼门关上逃过一劫，此刻应该卧床静养，还请娘娘体恤。这次本宫看在沈伴读的面子上，不做追究。再有人敢以下犯上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恭送皇后。幸好皇后娘娘不知道晴天身份，要不然立住。事关君前和晴天的安危，清河当然不敢对外声明晴天的身份。刚刚多谢沈公子救护晴天。清河姑姑言重了，晴天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何况她原本也没有做错什么。公子快别说了，本官再帮您把把脉。确定他脉象还算平稳，太医放了心，转过身看向晴天。晴天小姑娘，这接下来的灵芝该怎么吃啊？小家伙蝶翅般的长睫毛低垂着，小手扶在清鹤的袖子上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，竟然已经睡着了。这孩子怕是折腾累了，站着都睡着了。不如沈公子先回去休息，等晴天醒了，奴婢仔细问清楚灵芝吃法，再安排人过去。好，有劳清河姑姑。眼前闪过小家伙粉团子般的小脸，沈韵文先是失笑，随后脸上又染上几分忧郁。自家小妹妹若是还在，差不多也是像她这样的年纪，不知道她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晴天一样，有人忽悠疼爱。3年了，宁儿妹妹到底在哪儿呢？晴天的小师姐回来没有？启禀殿下，属下2人一直守在这里，不曾见任何人回来。一个几岁的孩子，一晚上不回来，能去哪儿啊？山中地形复杂，时有野兽出没，一个小姑娘想要独自存活下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将整个道观全部查找一遍，发现有任何类似玉佩之物，立刻通知本王。是。长路，掌灯。殿下，怎么了？大殿内光线昏暗，借着烛光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椅子上有2个小脚印，靠近木盒的位置有一个小掌印。这难道晴天的玉佩是被人偷走的？这么小的脚印和手掌，肯定是小孩子留下的。难道晴天的小师姐一直没回来？晴天的玉佩肯定是被他偷走的。再仔细找找，以防万一。长路将大殿全部找一遍，并没有任何收获，几个侍卫同样也没有任何发现。要是晴天知道玉佩丢了，不知道会多难过。殿下，咱们还是先回行宫吧。若是您再误了晚课，皇上又是生气了。回行宫。晴天刚好睡醒一觉。神仙哥哥，找到晴天的玉佩没有？对不起，晴天哥哥没有找到玉佩。神仙哥哥，晴天是不是永远也找不到爹娘，回不了家了？一想到以后他只能一个人在道观，小家伙又是害怕又是难过。清鹤和长路站在旁边，都是一脸心疼。以后晴天就跟着哥哥，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哥哥和晴天永远在一起。以后哥哥在哪里，晴天就在哪里，哥哥的家就是晴天的家。你是不是想哭？晴天不哭，神仙哥哥别生气好不好？想哭就哭，不用忍着。神仙哥哥，晴天想和哥哥在一起，晴天不想一个人回道观，晴天害怕。哥哥发誓再不会让晴天一个人。奴婢已经让人准备好晚膳，殿下先和晴天用晚膳吧。晴天饿不饿？走，吃饭去。若殿下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收留晴天不过就是小事。可惜他是皇子，想要留下一个孩子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清河姑姑，殿下真要把晴天留下吗？难道你要把晴天赶走？奴婢当然也舍不得，可是万一被皇后知道了，告到皇上那里，私藏外人在宫里，这可是死罪。小点声，别让晴天听到。等殿下回来，我再和他好好商量一个对策，想办法把晴天名正言顺的留下。晴天在窗内只是听到绿珠说的话，并没有听到清河说的话。神仙哥哥救过我的命，对我那么好，绝对不能害死哥哥。我答应过神仙哥哥，要和他永远在一起的。小猫猫，晴天该怎么办？喵，我是猫，你们人的事情我怎么知道？
你应该找人商量。那晴天去找清河姑姑，她就是一个宫女，你要找个厉害的大人才行，越厉害越好。那谁最厉害？当然是穿黄衣服的男人最厉害，我可是亲眼看到，所有人看到那个穿黄衣服的男人都要下跪的。穿黄衣服的男人，那不就是上次遇到的伯伯吗？小猫猫，你给我指路，我们去找伯伯商量商量。在白猫的指点下，顺利的来到之前钻过的狗洞。小家伙钻到一半，药篓刚好卡在墙砖上。小猫猫，快帮忙啊！喵，不行不行，再扯下去，本喵的牙不掉，小主人你的裙子都要掉了！救命！来人啊！救命啦！小女孩卡在狭小的狗洞里，会说话的猫不但不救她，还在旁边看着她求救，直到有人发现抓住了她，把她带到皇宫去才肯离开。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晴天被卡住了。别动！谢谢叔叔。晴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宫里的？要去哪儿？我叫晴天，要去找穿黄衣服的伯伯。穿黄衣服的伯伯？难道他说的是皇上？你找皇上何事？晴天不是找皇上，晴天是找穿黄衣服的伯伯。你找那个伯伯什么事？这是晴天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万一你告诉皇后，神仙哥哥会被砍头的。这个秘密竟然关系到皇后。宫中关系复杂，各宫争斗叶知秋见过太多了。眼前的小姑娘不像是在说谎，万一真有什么重要事情被她耽搁事情，可就麻烦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将就送你去见无事穿黄衣服的伯伯。谢谢叔叔。启禀皇上，属下在宫墙外抓住一个小宫女，她自称晴天，说是有要事要见皇上。晴天，小家伙人呐！看这样子，天子真的认识这个小宫女，幸好没有随意处置，要不然真要耽误大事。皇上稍后，末将马上带她进来。伯伯，晴天可算找到你了。小家伙一头一脸都是土，身上的裙子也被扯得七零八落。知秋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可不关末将的事，是他自己钻狗洞卡在里面。晴天，你为什么要钻狗洞啊？因为别的地方有人守着，晴天进不来。你这么辛苦来见朕，有什么要事？晴天要和伯伯说个秘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现在这里只有朕和你2个人，说吧，到底什么事？晴天不想离开神仙哥哥。怎么，神仙哥哥赶你走吗？晴天找不到爹娘了，神仙哥哥说要和晴天永远在一起，可要是晴天留下，神仙哥哥会被皇后砍头的。晴天不想走，又不想神仙哥哥被砍头。小家伙越说越委屈，一对大眼睛注视着君承安。伯伯，晴天该怎么办呀？晴天，你想和神仙哥哥永远在一起吗？我答应神仙哥哥的，师傅说做人要言而有信，说了话不能不算。好，那以后你就做神仙哥哥的妹妹，住在一起好不好？神仙哥哥会被杀头吗？当然不会。真的？真的，在这里没有人敢不听朕的话，包括皇后在内。哇，伯伯好厉害！现在你不应该再叫朕伯伯。那我要叫伯伯什么？伯伯是你神仙哥哥的父亲，你是神仙哥哥的妹妹，你说应该叫伯伯什么？伯伯是哥哥的父亲，我是哥哥的妹妹，那伯伯也是晴天的爹爹。晴天很聪明，你愿意做伯伯的女儿吗？以前晴天常看到别的孩子在爹娘怀里撒娇，都好羡慕，现在突然有一个这么好的伯伯，要当他的爹爹还有点太不相信。伯伯真的要做晴天的爹爹吗？晴天不是做梦，晴天也有爹爹啦。爹爹好像好好玩，好像山上的老松树。爹爹有那么老吗？松树才不老，师傅说松树是最长寿的树，冬天都不落叶子，是最厉害的树，就像爹爹一样。你这个小马屁精！晴天没放屁呀，晴天我知道是爹爹放的屁，对不对？贴身内侍福安刚好听到这句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一个小宫女竟然敢指着皇上的鼻子说当今天子放屁，放肆还不下来磕头赔罪？为什么你们总让我磕头呀？福安，这是朕新任的女儿晴天，不要拿宫里那些繁文缛节来约束她。君承安并不想小家伙也变得像宫里那些皇子和公主一样规矩无趣。倒个水的功夫，小宫女就变成了小公主，这小奶娃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挡都挡不住。奴才福安拜见公主殿下。晴天转过脸，只一眼就看出福安有腿疾。
爷爷快起来，你跪在地上，你的腿会疼的。她可是公主，叫我爷爷，那我岂不是成了皇上的长辈？小主子这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公主殿下，万万使不得，奴才万万受不起，您叫我符文就行。好了，起来吧，这人拟到圣旨，明日一早将此事宣告天下。奴才遵旨，只是不知道皇上准备给小公主用什么封号，就叫她安宁公主吧。愿此后我大业百姓安宁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安排人送公主回洛心殿。公主殿下，请。爹爹是不是头疼？小毛病，不碍事。不行不行，师傅说过，小病不治会变成大病的。爹爹和晴天一起回去吧，晴天帮爹爹装一个香囊，爹爹带一个在身上就不会头疼啦。公主殿下一片心意，皇上就出去透透气吧。君承安平日里一向勤勉，这几日头疼的越来越严重，每晚都会睡不着。好，朕就跟你走一趟。亲王殿下被皇上赦免的事情查清楚没有？回娘娘的话，奴才没有查出皇上赦免秦王之事，不过奴才查到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奴才听说秦王殿下私自带回宫一个小姑娘。什么？消息可准确？绝对错不了。奴才打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小姑娘名叫晴天，此刻就在秦王殿下宫中。晴天，难怪洛星殿里上上下下都护着那小蹄子。未经允许，皇子私带外人入宫，这可是触犯宫禁的重罪。很好，本宫倒要看看这一次谁能救了那小蹄子和小贱种。不知母后深夜至此，所谓何事？亲王殿下私带外人入宫，以为本宫不知道吗？众侍卫答应一声，分头冲进几间殿门。回娘娘，屋里没人，后殿也没有。母后既然没有找到人，是不是该走了？你别以为把人藏起来，本宫就找不到。神仙哥哥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晴天找到爹爹啦！小贱蹄子，就算你爹是天王老子，今天也救不了你。晴天不怕，有哥哥在呢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今日谁敢动他。神仙哥哥别怕，爹爹说连皇后都要听他的话。是吗？你可小心，一会儿你那个贱爹看到皇后要吓得尿裤子。晴天的爹爹才没有那么胆小，老奴倒要看看你这个爹爹是个什么东西。好啊，朕就让你看看。老奴拜见皇上，皇上恕罪，老奴是骂那小贱蹄子，绝不是辱骂皇上。大胆！晴天殿下乃是皇上御封的安宁公主，岂是你这等奴才骂的？明明是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片子，怎么突然就变成公主了？老奴该死！皇上饶命！饶命啊！君前可是世人皆知的皇子，周嬷嬷也不敢轻慢。平日里这孩子到底受过多少委屈？皇上，周嬷嬷也是无心之过，您大人大量，饶她这一次吧。哼，一个奴才敢在皇子面前如此嚣张，皇后平日就是如此纵容他们的。臣妾不敢，皇上恕罪，以后臣妾一定好好管教下人，绝不允许他们再做出这等以下犯上之事，请皇上息怒。皇后御下无方，罚俸3个月，以儆效尤。多谢皇上开恩。周嬷嬷辱骂公主，以下犯上，罪不可恕，念其是皇后教养嬷嬷，死罪可免，掌嘴20，罚俸1年，以观后效。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谢皇上开恩，拖出去行刑，不要吓着公主殿下。臣妾告退。慢着，以后晴天也是朕的女儿，一应月银都与德秀公主相同，皇后不要忘了。一个小野丫头，竟然与我的女儿平起平坐，臣妾不敢，臣妾马上就让人安排。这些坏人都怕爹爹，爹爹好厉害。公主殿下要叫父皇才对。晴天叫错了吗？晴天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以后若是再有坏人欺负你，就告诉朕，朕帮你收拾他们好不好？爹爹快坐下，晴天去给你拿香囊。多谢父皇。他一向聪慧，不难猜到晴天说的伯伯就是自家父亲。这句谢谢不光是谢留下晴天，也是感谢他之前宽恕自己的罪过。朕也是你的父皇，以后再有事记得告诉朕，知道吗？儿臣知道了。爹爹快看，爹爹晚上放到枕头边上就不会再头疼啦。这个给哥哥，爹爹一个，哥哥一个，爹爹和哥哥都平平安安的。当初君前的母亲在世时，每到端午总会为父子俩缝制香包，看着手中的香包，父子2人眼圈都泛起红。
爹爹、哥哥，你们怎么都哭了？朕没有哭。启禀皇上，给公主殿下的赏赐到了。拿进来。布料给晴天做新衣服，珠宝给晴天做首饰，这些金银晴天喜欢什么就买什么，好不好？晴天不要，晴天有衣服，还有师傅给晴天的压岁钱，有10多个铜钱呢。明明是自幼穷困，小家伙却一点也不贪心，这份赤子之心当真是难得。这可是朕给晴天的，晴天要是不要，爹爹可会难过的。那晴天全要。这就对了，以后晴天就与钱儿吃住在一处，任何人敢对他半点怠慢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明日一早还要会见群臣，该回去歇着了。好，钱儿、晴天，你们也早些歇着吧。爹爹记得要乖乖早点睡，头疼才好得快。好，朕记下了。皇上，今日早些休息吧，剩下的折子明儿再看也来得及。怎么，现在连你也要管着朕了？老奴不敢，老奴就是不想皇上失信于公主殿下。好，今日朕就做个听话的好爹爹。嗅到枕边淡淡香气，想起早逝的贤妃。晴天这孩子天性单纯，难道钱儿那么喜欢他？可惜你不在，要不然你也一定会喜欢他的。皇上，该用汤了。贤妃去世后，君承安思念爱侣，郁结成疾，经过太医几番调养，还是落下失眠头疼的毛病。今晚竟然没有用安神汤就睡着了。小公主的香包这么灵的吗？晴天能去看看生病的桃花哥哥吗？殿下，您说的是之前帮过您的沈公子吧？等您吃完早膳，奴婢就送您过去。桃花哥哥，快躺下，你病还没好，不能乱动。为什么要叫我桃花哥哥？看到哥哥的时候，晴天就想到道观后山春天开的桃花，就是很熟悉，很亲切。哥哥也和殿下一样，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。哥哥没有什么好东西，这一套笔墨砚台是哥哥刚学字的时候爹娘送给哥哥的，现在哥哥把它送给你，希望晴天以后能多读书，做个知书达理的好公主。谢谢桃花哥哥，师傅原来还要教晴天写字的，晴天的千字文还没学完，师傅就骑着鹤到天上去了。以后哥哥教你读书写字好不好？殿下，这些东西清河先帮您收着，哥哥还没吃药呢。晴天去帮桃花哥哥弄药。殿下也是可怜人，幸好遇到秦王殿下，要不然这么小的孩子哪里活得下去？晴天没有父母吗？公主殿下是道长捡来的。这孩子会不会就是自家走失的小妹妹？桃花哥哥，快吃药吧。沈玉文仔细打量着小姑娘，越看越觉得眼前的小家伙眼熟，尤其是那对眼睛，和记忆中妹妹的眼睛一样。晴天，你知道你几岁吗？师傅没说过。你师傅是从哪里把你捡来的？师傅也没说过。晴天，哥哥能看看你的胳膊吗？沈公子，您这是？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，天大的喜事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什么找到了？这是侯府里刚刚快马送来的书信，听送信的人说，四小姐找到了。什么？真的？宁儿妹妹真的找到了？我的宁儿妹妹找到了！恭喜沈公子！桃花哥哥，宁儿是谁呀？宁儿是哥哥的小妹妹，和你差不多大。等回京城之后，你们可以一起玩。晏殊，准备笔墨。他恨不得立刻飞回京城，好好看看失而复得的妹妹。只是沈韵文心里也明白，他现在根本经不起舟车劳顿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封家书回去。公子，你要给四小姐带点什么礼物吗？这等回京城再说吧。这次他只是作为伴读出来，手中最珍贵的一套文房四宝刚刚送给晴天，他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了。不要告诉送信人我生病的事，省得爹娘担心。沈公子不用担心，这几天你先好好休养，过几日咱们就要返回京城，你的病一定有办法的。是啊，桃花哥哥，晴天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来，告诉哥哥，你的千字文学到哪儿了？龙石火地，鸟冠人皇。哥哥来教你下面的使至文字，乃赋衣裳。使至文字，乃赋衣裳。没错，这个使至文字呢，说的是一个叫仓颉的人，传说中他有4个眼睛，一生下来就特别聪明，他仿照着这世间万物，创造出对应的文字。此时，侯府新找回的四小姐婉婉，正随侯府夫人杜若找来的先生启蒙。他学的书同样也是千字文。先生坐在桌前讲得认真，婉婉却听得3心2意，趴在桌子上不住打着瞌睡。四小姐，我刚刚讲到何处？先生，是下课了吗？下课，一个字都没听就想下课。谁说我没听？那你倒说说，我刚刚教到哪里？都。站起来，仔细听着，再敢睡觉，
今天你就别想下课了。老古董，手伸出来！我可是侯府四小姐，你敢打我？沈家3个孩子都是我教的，哪怕是最顽劣的3少爷沈运礼，最多是贪玩，也不会这么嚣张。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仗势欺人，不好好管教，长大还能得了？夫人请我来，就是要好好管教四小姐，请四小姐记住，若有下次，可就不是一下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娘亲告状。娘亲，可是二哥哥回信了。二哥哥知道你平安回来，开心的不得了，过几天他就能回来看你了。只怕沈运文不是不能回来，是回不来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前世沈运文因为染上风寒，病入肺腑，侯府里找来神医为他医治，沈运文勉强保住一条命，却落下肺疾，成为病秧子。娘亲，二哥哥信里还说了什么？二哥哥还说，皇上新添一位小公主，以后你们可以做好朋友。公主算什么？等我顶替晴天，嫁给未来的天子君前，我就是皇后，整个大叶朝最尊贵的女人。就算是公主，还不是要乖乖唤我一声皇嫂？太好了！还有呢？宁儿不急，再等上几日，二哥哥回来，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问二哥哥了。二哥哥没给娘亲带什么礼物吗？一封家书抵万金，二哥哥的家书就是给娘亲最好的礼物，以后宁儿长大就明白了。这么说，沈运文根本没有给我礼物，这个病秧子竟然比老三沈运礼还抠门。4岁没到的小家伙是坐拥千顷药园的小富婆，药园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珍贵草药，小姑娘还能让植物瞬间长大，就算是精灵芝也用之不尽。公子的脉象较昨天又强劲不少。小公主这金灵芝不愧是真实奇珍，果然有奇效。公子昨夜里睡得很安稳，咳嗽都好了不少呢。这次可全是托公主殿下的福。学了一上午的书，晴天一定的了吧？哥哥讲的书好有趣，晴天爱听。晴天要是喜欢，哥哥每天给你讲，不急于一时。晏殊，你让厨房里多准备些吃食些。皇上口谕，请安宁公主到乾坤殿同用午膳。桃花哥哥记得晚上还要再吃一次药，明天晴天再来看哥哥讲书。好，哥哥知道了。鸣凤在主，白居十场。殿下还不向皇上、皇后行礼？不必多礼，来到父皇这来。天子认下晴天当干女儿，百般宠爱，皇后生怕女儿因此失宠，特意带德秀公主过来，就是想要讨皇上欢心。晴天，你可知道姐姐刚刚背的这2句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倒要看看这个没爹没娘，在道观里长大的野丫头怎么出丑。沈玉文聪慧过人，知道小家伙人小，讲解的不像老学究那样刻板，十分有趣。晴天原本聪慧，自然是记得清清楚楚。鸣凤在竹是说凤凰在竹林里唱歌跳舞，白居十场是说白马在草地上开心的吃草。凤凰和白马都是吉祥的东西，这2句就是说国泰民安，到处都是好事情。是吗？那母后考考你，什么叫国泰民安啊？我就不信了，小丫头片子还答得出来。桃花哥哥说了，爹爹的天下就是国泰民安。死丫头，从哪学的？晴天，这是谁教你的？是桃花哥哥。回皇上，殿下说的桃花哥哥就是沈半独沈公子。韵文的身体这2天可好些了？启禀皇上，老臣刚刚从文宣殿过来，多亏的安宁公主带回来的灵芝，沈公子的身体已经恢复不少。你是说晴天？不错，若不是殿下的金灵芝，只怕沈公子现在已经命在旦夕。这么说，昨日皇上一夜安睡，肯定也是小公主的香包的功劳。昨天夜里睡得极是安稳，平日里一到中午必犯的头疼，今日竟然没有来。皇上可是又头疼了？托晴天的福，今日朕只觉得神清气爽，头一点也不疼。皇上龙体安康乃万民之福，安宁公主果然是不负安宁之名啊！皇后气急，原本想让自家女儿在皇上面前表现，哪想到出头全让晴天出了，心头气恼，在德秀公主手臂上掐了一下。母后，你掐我做什么？皇上，晴天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应该好好赏赐才对啊。皇后言之有理，晴天，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晴天饿了，想吃饭。朕这个小晴天可真是也不贪心，除了吃饭，晴天还想要什么？晴天想要一块地，一小块就够。平常在道观，除了跟师傅学习药理医术，小家伙最喜欢的就是和师傅一起种药。晴天要地做什么？种药材，
晴天有好多药种子，等药材长大就能治病救人。花盆太小，种不下。听着小家伙天真的言语，君承安不由得想起当年甄家的贤妃。身为医女的贤妃，哪怕是被封为贵妃之后，依旧心系百姓。皇后，贤妃去后，京外的药园一直荒着，就交给晴天种药吧。臣妾遵旨。君前的母妃在世时，君承安曾经赏她山林千顷，种植各类药草。贤妃去世后，君承安思念成疾，将药园交给皇后管理。如今千顷林地瞬间变成晴天的，皇后怎么会不恨？以后晴天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好不好？以后爹爹的香包，晴天全包了。公主殿下，能不能把香包也赏赐老奴一个？是啊，公主殿下，能不能也赏赐下官一个？怎么全都和我要香包呀？晴天只有2个香包，一个给爹爹，一个给哥哥，现在没有了。没关系的，殿下，奴婢可以帮殿下把香包做好。殿下需要什么药，等回宫后去太医院要就是，那里什么药都有。那大家的香包，晴天全包了。多谢殿下。那片药园君前又时常去游玩，贤妃去世后，药园由皇后接手管理。君前哪怕是思念母妃，也没有机会再入药园。小家伙随口一句，就让君前如偿夙愿。公主殿下，还不快谢谢皇上隆恩？谢谢爹爹。放肆！身为公主，如此轻浮，成何体统？爹爹，晴天是不是做错事了？当然没有，晴天还小，不过是小孩子天性使然，皇后何必如此大题小做？皇上，晴天再小也是公主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有失皇家风仪啊！皇上，朕就喜欢晴天这般天真烂漫、无拘无束，以后不许拿宫里那些规矩束缚的。哼，时候差不多了，皇后也带公主回去用膳吧。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，倒比亲生女儿更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娘娘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眼下娘娘还是先想想药园的事吧。难道您真要将药园交给那个野丫头？哼，黄毛小丫头也敢争本宫的东西，本宫倒要看看她有没有这个命要。大业开国皇帝是马上皇帝一向上午，皇子们自幼都会学习骑射，行宫又是专为春猎和秋猎准备，马场也是建得格外大。清河姑姑，那些哥哥在做什么？那是殿下的皇兄哥哥们在练习骑射，为过2天的春猎做准备，拔得头筹者，皇上还有奖励呢。要把头拔下来吗？拔得头筹就是在打猎的时候打到最大最厉害的猎物。咱们秦王殿下可是连续2年拿到第1呢。哇，神仙哥哥好厉害！晴天也好想骑马打猎。殿下还小呢，等以后大些再学也不迟。晴天先去看看。公主殿下，这是太子殿下，您的长兄。太子哥哥好。哼，不过是个捡来的野丫头，也配当我妹妹？本宫要练习骑射，闲杂人等全部让开，拿弓来，仔细看好了，和本宫学着点儿。正中靶心，殿下剑术进度神速，已经是百发百中，此番春猎一定能拔得头筹。若是本宫拔得头筹，一定大大的赏赐你们。 5支箭只有3支射中靶心，就算哪门子百发百中。众人不想得罪君则，晴天却不懂这些人情世故。你的成语用错了，这不叫百发百中，要所有的箭全射中，那才叫百发百中呢。小公主啊，小公主，您怎么净说大实话啊？公主殿下，太子殿下每一支都射在靶上，可不就是百发百中吗？你好笨啦，怎么连数数都不会？刚刚太子哥哥射了5支箭。 1支、2支、3支，算上这个，一共才4支。咦，这支箭好奇怪，怎么我手一指，它就掉了？你大胆！太子哥哥别生气，晴天帮你插好了。您这哪是插箭，您这是插太子爷的脸啊！放肆！一个野丫头也敢教训本宫！来人，给本宫掌嘴！太子殿下，公主殿下年纪天真，还请太子殿下息怒。 这个小姑娘有和动物沟通过的能力，一个飞驰的骏马疯了似的向她冲过来。晴天仰着小脸，向白马伸过小手，还在狂奔的白马瞬间温顺了下来。哼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。晴天，快躲开！就是几个喘息的时间，白马已经冲向晴天面前。小家伙原本想跑，看到马背上的军鹿，他心中担心，停下脚步。白马乖，快停下，别把小哥哥摔倒。小哥哥，你不用怕。 我不怕，这么小的妹妹都不怕，我可是男子汉，当然也不能怕。
那你为什么哆嗦呀？我也不想啊，只是控制不住自己好吗？呜呜呜，好丢人！刚刚谢谢妹妹救了我，我叫军略，你可以叫我六哥哥。六哥哥好。刚刚六哥哥在马上哆嗦的事，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六哥哥不想让人笑我胆小。六哥哥刚刚差点从马上摔下来都没哭，一点也不胆小。不是没哭，我只是吓得忘了哭而已。妹妹这么看得起自己，一定不能让妹妹失望。以后六哥哥一定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。小公主竟然能把金马停下，真是厉害！要不是小公主在，万一幼皇子出事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是啊，难怪大家都说小公主是小福星，还真是个小福星呐。愣着干什么呢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总有一天要将这个小东西碎尸万段。拿鞭子来！你干什么？公主殿下，这马刚刚差点摔到六皇子，奴才必须好好打他一顿，以后他才不敢再乱跑。不行，大白马是我的朋友，你不许打他。公主殿下，不要离马太近，小心他踢到您。他才不会踢我，对不对，大白马？公主殿下，以前学过驯马吗？没有。殿下刚刚是怎么让他停下来的？我就是和他说话，他就停下来了。训了一辈子马，竟然比不上一个小孩子2句话。晴天妹妹，能不能教六哥哥？这是晴天的六哥哥，以后你要当六哥哥的好朋友，不能再把他摔下来。哇，晴天妹妹好厉害！真是奇了，这马好像真的能听懂殿下说话。军律年纪小，这次到行宫后才开始学习骑马。为了帮军律和这匹白马熟络起来，马官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，哪想到小公主三言两句就将她训得服服帖帖。肯定是因为晴天妹妹长得可爱，所以马也喜欢她。这年头，马都看脸的吗？晴天没受伤吧？殿下不用担心，金马已经控制住，公主殿下平安没事。怎么回事？殿下恕罪，这匹马一向很温顺的，今日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突然就发起疯来。众人没有注意到太子君泽的动作，晴天却已经读懂白马的心声。神仙哥哥，大白马没发疯，他是挨了打才会跑的。这是谁干的？肯定是皇长兄，因为我刚刚嘲笑他生气了，才会故意报复我的。晴天和军律平安无事就算了，以后你们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再有下次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散了吧。晴天，以后再看到太子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不要去招惹他。神仙哥哥，太子哥哥是大坏蛋，对不对？晴天好聪明，不过这些话不许和别人说，知道吗？神仙哥哥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哥哥刚刚去了一趟道观，帮你去看了看你师父。宫里有规矩，晴天现在是公主身份，不能随便出宫。今日是老道长死后第3天，君前特意带他去道观帮老道长圆坟。晴天好想师父，晴天也想去看看他。再等几天，哥哥一定带你去看师父。告诉殿下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将贤妃娘娘的药园赏赐给晴天了。幼时常随母妃贤妃一起到药园玩耍，那里承载着君前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只是可惜母妃去世后，药园便由皇后接手，她一直没有机会再去。今天晴天又立大功，哥哥都不知道要怎么谢你。晴天和哥哥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用客气。那晴天现在想做什么？晴天也想学骑马射箭。行宫里没有小马，等回京之后，哥哥一定买一匹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小马给晴天骑，好不好？为晴天准备好猎装，再让武备院为他打造一把小弓。是，殿下。今天哥哥先带你骑几圈，等以后晴天有了小马，哥哥再教你骑马。六哥哥，来追我呀！来了，两腿放松些，马缰不要拉太紧。六哥哥，我们比赛吧。好。自母妃去世后，君前的性子越来越孤僻，与这些兄弟也渐渐疏远。几年来，这是第一次，他像孩子一样玩耍。哟，连晴天都带上弓箭了。哥，晴天也要和哥哥们一起去打猎。巾帼不让须眉，有志气。钱儿，好好保护晴天，不要伤到他。儿臣知道。启禀皇上，吉时已到。今年春猎开始。君前伸手牵着小家伙，带着众人一起来到老道士的坟前。过2日，本王就会带晴天回京。现在她已经是大业国公主，您泉下有知也可以安心。晴天，给师傅磕3个头吧。还以为这里有什么好猎物，竟然是来上坟的，真是晦气。太子殿下，这可不是晦气，是运气。您看，
一棵破树有什么好看的？奴才是让您看树上的蜂窝，这蜂窝要是掉下来，把小公主折个好歹，是不是挺可惜的？哦，小王子，有你的！还不是殿下您平常教的好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把蜂巢弄下来，折死那个小贱种！殿下，奴才去啊。你不去，难道本宫去？有人偷蜂蜜，快回去！小偷，快停下！君泽原本还在等着看好戏，眼看着蜂巢落在自己面前，慌乱的从树丛里钻出来。哦，好疼，滚开！殿下快跑啊！别折我！哈哈哈，这几个笨蛋一定是想偷我的蜂蜜，活该！晴天小心，别被蛰到。这是晴天养的蜜蜂，他们不会蛰我的。神仙哥哥，咱们这个带回去吧，这里面的蜂蜜可甜了，还有蜂王浆还可以治病呢。你喜欢就带着。注视着远处山坡下，少年眼缓缓眯起，他不像晴天那么单纯，看不清对方的脸，却猜到对方的身份，不难想到对方的目的不是蜂蜜，而是他和晴天。走吧，咱们也回围场。神仙哥哥，咱们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？晴天，咱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很远，下次要很久才能回来。那晴天能和朋友道个别吗？这附近还有人家吗？他家在哪儿？就在那边。殿下再不回去，春猎的头筹就要被人抢走了。不过就是些金银赏赐而已，本王才不稀罕。公主殿下，您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我的朋友就住在树林里面。神仙哥哥，快来呀！神仙哥哥，快看，这里就是小花花的家。小花花，快出来，我来和你道别了。就是他说的朋友。你是谁呀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小花花的小宝宝，对不对？这是羊吗？长鹿哥哥好笨，这是鹿，不是羊。鹿和羊的耳朵不一样的。传说中的祥瑞白鹿，世上竟然真的有。小花花，快出来，我给带你好吃的来了。晴天，进去看看。殿下，母鹿死了，应该是难产。晴天，小花花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这只小鹿。那怎么办呀？它这么小，没有娘亲喂奶会饿死的。殿下不用担心，白鹿可是祥瑞之兽，咱们把它带回去，皇上一定很开心的。真的吗？以后哥哥可以和晴天一起照顾它。晴天做小鹿的娘亲，神仙哥哥做小鹿的爹爹，对吗？这辈分好像不是这么论的吧？殿下，咱们快回去吧。走喽，娘亲和爹爹带小鹿回家。你们将母鹿埋了再回去。这个女孩在林子里溜达一圈，就见到了罕见的吉祥白鹿，而且她具有和动物沟通的能力，轻松的就把白鹿带了回去。众人返回围场，参加春猎的皇子、武将们纷纷将各自的猎物带回来，呈给天子君承安欣赏。三哥，你的猎物呢？三哥没有打到猎物。恭喜娘娘，这次春猎太子殿下赢定了。原本以为亲王和安宁公主这个小福星一起，这次肯定是收获颇丰，真是想不到亲王竟然也会有空手而归的时候。爹爹，都是晴天不好，如果晴天不去看小鹿，就不会耽误神仙哥哥打猎了。小鹿？什么小鹿？恭喜皇上，公主殿下说的就是这只祥兽。天啊，是白鹿！公主和秦王殿下竟然寻到白鹿，这可是大大的吉兆啊！是啊，皇上，白鹿现，安夏天，这可是祥瑞之兽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原本是想挫金钱的锐气，对方竟然抱回一只瑞兽白鹿，怎么这天底下的好事全让这死丫头赶上了？这等奇兽朕都是头一次见到，看来今天的头筹是钱儿和晴天了。来人，赏！白鹿是晴天寻来，儿臣不敢邀功，请父皇全部赏给晴天吧。不行不行，要是没有哥哥，晴天都见不到小鹿。这些东西就赏给晴天，不过秦王功不可没，也要赏。这把剑是大业开国君主征战天下之时佩戴，朕今天把它赐给你，希望你也能像我君家先祖一样，保一颗赤诚之心，为国为民，建功立业。哇！代代帝王亲传的宝剑，父皇竟然赏给我，怎么不想要？儿臣不敢，多谢父皇赏赐，钱儿一定不负父皇期望。这把宝剑君家代代帝王相传，早已经成为帝王的象征。现在天子把剑赐给君前，那我儿子算什么？泽儿怎么还没回来？娘娘快看，殿下这不是回来了？刚刚为了躲避蜜蜂追击，太子君泽的衣服都被树枝刮破。太子哥哥的脸肿得好像猪头。放肆！泽儿，你别吓母后啊！泽儿，你怎么样啊？快请太医。皇后娘娘，你不用哭，太子哥哥就是晕过去了，
还没死呢。这位小公主殿下安慰人的方式可真是独特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殿下打猎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蜂群，一群废物。太医，怎么这么久子儿还没醒啊？回皇后娘娘，殿下风毒攻心，只怕一时半刻醒不过来。宫里养你们这些废物何用？公主殿下可知道什么解风毒的办法吗？之前亲眼看着晴天将沈玉文从死亡边缘拉回来，王太医知道他是医术出众，特意过来求教。他是大坏蛋，我才不要救他呢！小公主殿下，您这也太直接了吧！太子中毒晕迷，春猎也不再继续，原定3天的春猎，只1天就草草结束。第2天一早，众人一起踏上回京之路。晴天找到白鹿降寿的事情，君城京已经颁布过诏令，京城的百姓们早就收到消息，纷纷涌到街上，想要看看这位小公主与传说中的白鹿。能晴，快走啊，晚了就看不到二哥了。前世，君前心里眼里只有晴天，这一世他一定要吸引到君前的注意，像当年的晴天一样，成为他的青梅竹马，把这位未来帝王牢牢抓到手里。好，现在就去。四小姐快看，那就是二公子的车。一个病秧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心心念念的君前终于出现了，不愧是一代帝王，刚刚10几岁就这么迷人好看。韵文哥哥，我在这儿。二哥哥，看看我呀。前世晴天就是在君前回京的时候，用绣球砸中君前，成功吸引到对方注意。这一次该他了。这声音怎么好像是小师姐的声音？怎么没看到小师姐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小心，保护公主！绣球，我的绣球，哥哥，那是我的绣球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攻击当朝公主！这不对呀！王爷息怒，殿下饶命，我家小姐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不小心。殿下没有什么意啊，应该只是小孩子不小心。再有下次，本王就让你变成这个绣球。凭什么同样是扔绣球，晴天就能上马车入宫，我就要被骂？刚刚怎么回事？回夫人，刚刚小姐不小心把绣球扔出去，差点砸到马车，好像是那位小公主也在马车上，秦王殿下发火了。宁儿没吓到这吧？能儿，宁儿只是想看看二哥哥而已。能晴，宁儿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宁儿乖，不怕啊，哥哥的马车已经走远，今天肯定是见不到了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。秦王对这个小公主可真是宠得没边了，这么点小事就要打要杀的，刚刚奴婢真要吓死了。事关公主安危，更何况皇上、皇后都在，秦王殿下多加小心也是应该的。宁儿，以后见到这些宫里的贵人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不要乱说话，知道吗？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女儿，当娘的只怕她在得罪什么人。我就是扔个绣球，又不是刺客。再说了，那个公主就是一个捡来的小丫头，君前竟然这么疼她，都怪这个小公主。万一君前对我记仇，想要让对方喜欢我就更难了。能晴，刚刚确实是宁儿错了，宁儿准备一个个礼物送给小公主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我的傻宁儿，皇宫里的殿下公主哪是你能轻易见到的？娘亲不能带宁儿去吗？宁儿乖，你还小呢，不懂宫里的规矩，万一进宫闯了祸，可是会有大麻烦的。以后等你长大些，娘再带你进宫好不好？二公子已经回京，肯定会回家看望四小姐的。四小姐可以让二公子把礼物带给小公主呀。既然君前这么喜欢这个小公主，我先想办法将小公主笼络住，以后我就可以借机亲近君前了。能晴，那宁儿就准备好礼物，让二哥哥带给小公主好不好？难得你有这份心意，好，那你就把礼物准备好，等你二哥回来，让他帮你带进宫去。这个便宜娘亲也太实诚了吧，真的让我自己准备礼物？难道不是他这个侯府主母替当女儿的准备礼物吗？没有吸引君前的注意，哼一鼻子灰，还要自己掏腰包给小公主送礼物，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。前2天，夫人不是带四小姐上街买了不少东西吗？四小姐和小公主同龄，你喜欢的东西，小公主肯定也喜欢。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几样首饰，还没捂热乎就要吐出去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为了搞定君前，这次我就出点血，一次都没带过宝贝就要送出去，全怪那个该死的小公主。等我坐上皇后，一定加倍相讨回来。
这个恶毒的太子想把树上的蜂窝打下来陷害这个3岁的小姑娘，但是这个小姑娘具有与动物沟通的能力。小蜜蜂告诉了她，并把太子折了一脸包。太子因此怀恨在心。我们只能送公主到这里了。桃花哥哥要去哪儿？沈公子住在外宫的文华殿，殿下随时可以过去看他。沈公子虽有太子伴读身份，毕竟是外男，是不能随意进入内宫的。桃花哥哥好好休息，明天晴天再去看你。好，两位殿下慢走。公子，您要不要先回府里看看？过几天再说吧。一会儿我给娘写封信，你送回府去，记得不许提我生病的事。一大早，留守在皇宫里的嫔妃们好像赶集似的，纷纷来到咸明宫，大大小小的礼盒客厅里都放不下了。我这个六宫之主回宫，也不见这些小蹄子们积极探望，一个捡来的野丫头，他们倒是巴结的勤快。皇后娘娘这么早来咸明宫，不知道有何吩咐？哼，安宁公主现在可是宫里的红人，本宫哪敢有什么吩咐？娘娘说笑，公主殿下也是您的子女，自然要听您吩咐的。你知道就好，早晚不去请安也就罢了，公主殿下都不出来，给本宫接驾的吗？殿下在后院与白鹿玩耍，奴婢马上让人去请公主过来。公主殿下不会这么没规矩，还没起床吧？怎么会？殿下一向勤勉，从来不赖床的。是吗？那本宫就去看看咱们这位小公主如何勤勉。我在这呢。这一大早的，你去哪儿了？晴天去后院摘花了。身为公主，背着这种东西玩，成何体统？晴天不是玩，这是丁香花，是给桃花哥哥治咳嗽的药。小黄毛丫头，真把自己当神医了。沈伴读的病自有太医治疗，用不着你插手。皇上马上就要为你举行册封大典，到时文武百官都会入宫朝贺。你是公主，不能失仪。从今天起，本宫会亲自教授你相关礼仪，你要好好学，知道吗？其实这些事情是司仪和宫女负责的，根本用不着皇后亲自来。皇后特意过来，就是想要借机收拾晴天而已。皇后娘娘刚刚说的什么封大典是什么呀？不懂别乱问。不懂才要问啊，要是懂了我还问什么？此丫头片子是专门来气我的吗？我倒要看看一会儿这小贱蹄子怎么哭。今天就先从跪拜礼仪开始吧。是，公主殿下，老奴给您示范一遍，殿下可看好了。殿下，该您了。我跪完了。殿下错了，跪下的时候额头要碰到手背，背不能弯，要直着。殿下，您又错了。对方故意鸡蛋里挑骨头，晴天自然是怎么跪都是错的。喵，小主人，这两个坏女人就是看你不懂事，故意欺负你的。看本宫做什么？好好学。清河姑姑，我们去找桃花哥哥。站住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宫还没发话，你就敢走？你们两个都是坏女人，我才不会乖乖让你们欺负呢。小主子，您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？你竟然敢对本宫不敬！来人，把这没规矩的野丫头拖出去，罚跪2个时辰。喵，小主人，快跑！一群大笨蛋，爬树都不会。殿下，两手扶好，别摔着。夫人来得正好，求求您，快去救救公主殿下。走进来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镇北侯府夫人杜若。绿珠姑娘，出什么事了？公主殿下被皇后欺负的爬上树了。走，快带我进去看看。皇后娘娘，就算公主有千般罪过，您真的不怕她出事吗？万一公主殿下有什么闪失，娘娘如何向皇上交代？本宫命令你马上下来。我偏不。一群蠢货，不会去抬梯子吗？小殿下，别乱动。母女二人的目光隔空对在一起，也许是天生的母女血缘产生的奇妙感应。对上小家伙的眼睛，杜若的心脏重重一跳。眼前的人好亲切，好喜欢。你是谁呀？殿下，这是沈公子的娘亲沈夫人。原来你是桃花哥哥的娘亲呀！我是晴天，桃花哥哥的好朋友。树上太危险，你乖乖下来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要是下去，皇后娘娘会罚我跪的。皇后娘娘一向宽厚，今日臣妇就帮公主殿下求个情，请皇后饶她这一回可好？镇北侯府沈家数代为将，乃是国之梁柱。杜若的娘家在江家也是名门望族，父亲是一代名儒，素有威望，连天子君承安都要敬上几分。杜夫人说笑，本宫不过就是和她开个玩笑，哪想到这孩子当了真。皇后仁慈，公主殿下，快下来吧。皇后娘娘，你说话算数吗？本宫身为皇后，一言九鼎。那你先发誓，要不然我就不下去。此丫头片子竟然还敢要挟我！若我今日向这小丫头服了软，事情传出去，以后这个后宫之主的脸往哪搁？皇后娘娘，殿下不过就是孩子脾气，您就当哄她玩玩。
此事若传出去，整个后宫必然在您心的人后，若是皇上知道，肯定也会欣慰的。您说是吗？本宫发誓，今天绝不罚你心了吧？殿下听到了，快下来吧。小手手有没有伤到？殿下不怕，没事了啊。听闻沈家走失的四小姐已经找到，沈夫人怎么不带孩子一起过来让本宫瞧瞧？孩子小不懂事，臣妇只怕他冲撞了皇后。怎么会？我们家月儿可是天天念叨着您儿呢。明日夫人一定要带孩子入宫，本宫可是早就准备好礼物了呢。皇后有心了，明日臣妾一定带孩子过来拜见皇后娘娘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今日多亏夫人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清河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殿下，快谢谢沈夫人。谢谢沈夫人。这孩子身上的香味怎么和女儿的香味一样？清河姑娘，殿下可是用过什么熏香？秦王殿下不喜欢熏香的味道，公主殿下的衣物也没有熏过。我明明嗅到殿下身上有香气。是不是丁香花的味道？清河姑姑，我们快去给桃花哥哥送药吧。韵文生病了，夫人不用担心，沈公子这几日已经恢复不少。不如夫人也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。桃花哥哥，你猜晴天带谁来看你了？是谁呀？桃花哥哥的娘亲。小家伙怎么把娘亲弄来的？晴天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娘哥哥生病的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哥哥不想让娘亲担心。你这孩子现在还学会骗娘了是不是？娘，我现在真的好了，不信你问晴天。蜂蜜和丁香花一起泡水喝，哥哥就不会咳嗽了。小殿下还懂药理医术，娘亲还不知道吗？婉儿能活着回来，全是晴天的功劳。听沈韵文说明当时情况，知道儿子命悬一线，差点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杜若眼圈一红，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你别哭呀，桃花哥哥真的好了，晴天向你保证。臣妇不是难过，是高兴。高兴不是要笑吗？为什么要哭呀？你们大人好奇怪。难怪皇上这么疼爱殿下。如果臣妇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做梦都要笑醒。你愿意当晴天的娘亲吗？这殿下要是喜欢，就把臣妇当成娘亲好不好？晴天有爹爹，还有娘亲，还有好多好多哥哥，晴天好开心。晴天开心就好。对了，宁儿妹妹还好吗？好着呢，等明天啊，明天娘亲就带宁儿妹妹入宫来看你。晴天也要见宁儿妹妹，晴天把这个给宁儿妹妹当礼物吧。香包是李氏殿下自己配的药材香草，可以驱虫防病，连皇上的头疼失眠都是小殿下的香包治好的呢。多谢殿下赏赐，宁儿一定会喜欢的。殿下，您要尽快想个办法才行。皇后也太欺负人了，干脆让公主去找皇上告状。皇后打着册封大典的名头教授晴天礼仪，就算是过分了些，皇上最多训斥皇后几句。若是激怒皇后，让她变本加厉针对晴天，这难道就任由她欺负公主？本王自有办法应付。这个小姑娘从一出生就被抛弃在大山里，3岁的她刚被收留就被师姐陷害掉下来山崖，被救下来后亲生母亲刚要相认又被恶毒皇后陷害，想要把她置于死地，朕被侯府。今日天气好，奴婢将以前小姐的床被拿出来晒晒。记得小时候，咱们四小姐天生自带体香，这辈子隔着这么久还香香的呢。晴儿，宁儿身上现在还有这个香味吗？这奴婢没注意。娘亲，您看到秦王殿下没有？他还生我的气吗？殿下在上早课，娘亲没有看到。难不成沈家真的认错女儿了？宁儿，到娘这儿来。知道晴天有体香，我可是早有准备，这些天一直将香包塞在身上。看来是自己疑神疑鬼了，玉佩有，胎记也有，香气也有，怎么可能是认错女儿呢？宁儿放心吧，你二哥哥一切都好，明天娘亲就带你入宫看他，看看这是小公主赏赐你的。宫里的赏赐肯定不是凡品，不知道是什么值钱的好东西。我送小公主上千两银子的宝石璎珞，小公主就给我一个破香包。娘亲告诉你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香包呢。娘说的小公主是那个找到白鹿的神仙小公主吗？没错，娘亲刚从宫里回来，这个香包就是公主赏赐给宁儿妹妹的。沈玉礼接过香包闻了闻，清香入鼻，整个人都是精神一振，仿佛上午听先生讲课时一团浆糊的脑子都瞬间清醒过来。小公主的香包好厉害，我闻一下人都精神了。哥哥要是喜欢，就送给三哥哥吧。这个妹妹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。第二天一早，婉婉如愿穿上那条流仙裙，与杜若一起入宫。
不愧是沈夫人的女儿，果然是个小美人胚子，以后必然也是国色天香。皇后娘娘才是国色天香，自家这个女儿怎么这么小就会阿谀奉承这一套？娘亲，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白鹿啊？祥瑞之兽留在军前的咸明宫，皇后一直心头不爽，她一直在想办法，想要将那只瑞兽夺过来。周嬷嬷，你去一趟咸明宫，把白鹿接过来，给四小姐想看看。皇后娘娘，宁儿想去看白鹿，臣女带她去一趟咸明宫就是，何必这么麻烦？刚好让宁儿见见新公主嘛，还不快去把安宁公主和白鹿带过来？娘娘出事了，贤住口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是老奴失仪。你确定？既然皇后娘娘有事，臣妇就先带女儿告退。记得以后常带宁儿来宫里玩耍，刚好和我家月儿做个伴。来人啊，送沈夫人和小姐出去。沈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拜见小公主，烦请公公通报一声。这夫人来的实在不凑巧，秦王殿下带着公主殿下一起出宫了。晴天可是公主身份，按照皇家规矩是不可以随便出宫的。不行，必须马上找到军前，将2个孩子找回来，要不然皇后要是把状告到皇上那里，这2个孩子只怕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宁儿，快，咱们快走，臣妇有些急事，麻烦几位公公送我们出宫。秦王私自带公主出宫，皇上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必须去一趟秦王府将他们找回来，要不然2人非挨罚不可。晴儿，你带宁儿先回去。宁儿，乖乖听晴儿姐姐的话，路上车多人多，千万别乱跑。四小姐，咱们走吧。抬脸看看前面的路，婉婉暗暗皱眉。这个军前没事偷偷出宫做什么？害得她堂堂大小姐竟然还要走路。此时盛京临近正午，一辆马车路过，婉婉随意的转过脸，看到坐在车上的长路，婉婉大喜。长路是军前的贴身内侍，他在，军前一定也在。如果将消息告诉军前，对方就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，这可是老天爷给他的机会。秦王哥哥，等一等，秦王哥哥。婉婉并没有认错。黑色马车内正是军前和晴天，看着车窗外京城的繁华，小家伙一对眼睛都要不够用。殿下，前面路堵上了，好多人呀！神仙哥哥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吃药店里有郎中在义诊。神仙哥哥，我们也去看看好不好？抓药！您稍等，甘草10钱，细辛6钱，法半夏6钱。大哥哥，你要抓错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一边玩儿去！叔叔，这个药不能吃。快把我娘的药还我！不行不行，我把药还给你，你娘会吃死的。你这谁家小姑娘，能不能管管？我家的，怎么了？你家小姑娘抢了我的药，马上让她把药还我。晴天，为什么抢别人的药？神仙哥哥，这药抓错了。晴天告诉叔叔，叔叔不信。我看你们这是来捣乱的吧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几个一进来就说我药抓错了，还抢病人的药，分明就是来捣乱的。百草堂是神医苏木开创的药堂，每月初1、15义诊，连药钱都不收，深受百姓们拥护。既然你们认为药没有抓错，不如我们打来看看如何？若是我家妹妹说错，本公子向你们赔礼道歉；若是我家妹妹没错，你们所有人要她赔礼道歉。甘草没错，细心没错，法半夏，这不是法半夏，这是晴半夏，你抓错了。这么大一个小姑娘，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抓错药。小公子、小小姐，在下代表百草堂，谢谢2位仗义直言，百草堂向2位道歉。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刚刚叔叔还错怪你了。人非圣贤才，谁能不犯错？小姑娘，你想说是人非圣贤吧？神仙哥哥，晴天是不是又背错成语了？背错成语不要紧，你救的可是一条人命。当初太后生病，苏木妙手回春，被天子君承安赐下医圣的牌匾。从那后，苏木常在宫中行走，军前与这位老先生也很熟悉。小姑娘，你是怎么看出来药抓错了？青半夏是白色，法半夏是黄色的，反正都是半夏，不能换着吃吗？那可不行，不同的药治不同的病，不能乱吃。孺子可教。小姑娘，你想不想当我的徒弟呀？连半夏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，还想当我师傅？我才不要！没关系，只要你当我徒弟，你想要什么，师傅就给你什么，好不好？
师傅说过，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，陌生人要是说给好东西，绝对不能信。眼前这个老爷爷一定是乖小孩的拍花子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！神仙哥哥快走，他是乖小孩的坏蛋。街对面，婉婉正急匆匆地追着马车的方向跑过来，想要找到军前。晴天远远看到他，惊讶了。小师姐，四小姐，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四小姐，钥匙再被我弄丢，怎么对得起夫人啊？晴儿姐姐，我在这儿。四小姐，你可把奴婢吓死了。刚刚宁儿看到有卖风筝的，就跑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晴儿姐姐，宁儿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快回家吧，我好饿。这个晴天真是命大，掉下悬崖都没有死。就算晴天活着又怎么样？这辈子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而我永远都是正牌的侯府四小姐。马上送我们入宫。沈夫人，可是韵文身体不适。韵文没事，现在是殿下有事。殿下带晴天出宫，皇后正赶去皇上那里告状呢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怎么感觉他是故意的呢？殿下的意思是，如果皇后不去告状，父皇又怎么知道晴天被欺负了呢？他一早故意带晴天出宫，就是要让皇后主动去告状，不把事情闹大，天子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后宫小事。晴天没有被欺负呀。小笨蛋，一会儿见到父皇，你就抱着他的腿使劲哭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要哭呀？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，小宝宝才吃奶。晴天现在只吃饭不喝奶。殿下想要保护晴天，臣妇明白。可是殿下想过没有，你4代公主出宫，皇后怎么会放过你？大不了再跪一晚上。殿下放心，臣妇会将事情向皇上说明，绝不会让晴天和殿下受委屈。晴天也不会让桃花哥哥受委屈。皇后要是罚哥哥，晴天就和哥哥一起跪着。晴天放心吧，哥哥不会有事的。明明是差不多的年纪，我家的女儿怎么就没有这孩子懂事呢？皇后正假惺惺坐在君承安对面抹眼泪。晴天才这么小，万一有什么闪失可怎么办啊？这个秦王殿下真是太不懂事了，皇上再不管教，他迟早会闯出大祸的。福安通知林长卿，马上带人出宫，务必把钱儿和晴天安全找回来。爹爹快看，晴天带了什么好吃的给你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私自出宫。都怪你，这可是晴天特意给爹爹拿回来的，现在都不能吃了。晴天不怕，难怪孩子们都怕你，看看你哪有半点母仪天下的样子。臣妾这也是关心则乱吗？告诉父皇，你去哪儿了？晴天去了好多地方，街上好多人，买什么的都有，可好玩了。下次晴天和爹爹一起去好不好？好，下次爹爹和晴天一起去。皇后知道天子宠爱晴天，不会罚他，将所有矛头都指向君前。姬前，我已经允许4代公主出宫，你可知罪？钱儿，你为何要带晴天私自出宫？回父皇，昨天母后趁钱儿不在，到咸明宫中惩罚晴天，儿臣担心母后再为难晴天，无奈之下才带着晴天出宫，儿臣自知有错，甘愿受罚，只求父皇开恩，不要再让母后针对晴天。放肆！本宫去咸明宫教授公主礼仪，难道还有错了吗？请问母后，如果只是教晴天礼仪，为何晴天会吓得爬到树上？晴天可受伤了？才没有呢，晴天爬树可厉害了，皇后娘娘让一群人抓晴天，都没抓到我。皇后教晴天行礼，需要一群人抓她的吗？皇上明鉴，本宫只是吓晴天而已，并没有真的罚她呀。老奴可以证明，皇后所言句句属实。爹爹，晴天跪了好多次，周嬷嬷都说晴天跪的不对，晴天不想学下跪了。你就是这样教朕的公主的？皇上恕罪，奴婢这也为了皇家威仪呀。皇上，皇家威仪，好，很好，你现在就去大殿门口给朕跪着，跪到天黑为止。皇上，周嬷嬷有错该罚，那秦王呢？难道您就这样纵容他？秦王私自带公主出宫，违反宫规，罚你闭门思过3日，将宫规抄上10遍。儿臣遵旨。宫规是2个字，10遍就是20个字。爹爹，神仙哥哥是不是写20个字就行了？我们晴天数的一点都没错。皇上，您……朕之前就说过，晴天不需要守那些规矩。皇后娘娘是不是把朕的话忘了？这偌大的后宫，难道你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？臣妾不敢。那就好，以后晴天的事就不劳皇后费心了。
下次再想带妹妹出宫，直接和朕说，知道了吗？父皇还允许晴天出宫吗？这宫里规规矩矩的皇子皇女够多了，朕不希望把晴天也束缚在4角宫墙之内。皇上圣明。爹爹圣明。看看，我们晴天根本不用教，自己就会了。转眼3天过去，晴天的公主册封大典正式举行，皇宫设宴款待群臣。你就别臭美了，你再打扮也没有小公主好看。三哥哥都没见过小公主，怎么知道她长得好看？六皇子，你见过小公主？你说是我妹妹还好，还是小公主好看？就她，我妹妹比你好看1万倍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公主到底有多好看。别能，这就是宁儿吗？没错，宁儿，快叫二哥呀！她的病竟然真的治好了。二哥哥好。宁儿，二哥哥好想你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委屈了。二哥，你都回京几天，怎么都不回家啊？你二哥这几天一直病着，所以才没有回家。韵文啊，你的身子可好些了？爹爹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，等一会儿夜宴结束，咱们全家人一起好好谢谢小公主的救命之恩。我二哥的病是小公主救好的。那当然了，告诉你，我这个小妹妹不但会治病，还会驯马，厉害着呢。一个几岁的孩子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侯爷、夫人，几位随奴才到殿内入座吧。坐，二哥哥带你进去，一会儿你能就见到小公主了。皇上爹爹，这凤冠好重，晴天脖子都压酸了。晴天就是那个小公主，这怎么可能？囊晴，你儿肚子好疼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你看看人家小公主，哪像你这么多事儿？不许这样说妹妹，哪里疼？好疼吗？夫人，看小姐这样子，似乎是疼的不轻，老奴帮您安排一间寝室，再找个太医过来给小姐看看吧。囊晴，宁儿不要看病，宁儿要回家，宁儿要回家。宁儿乖，让太医看看，很快就好的。从脉象上看，这小姑娘应该并无大碍，可是看她这样子，似乎又疼得很重，这也太奇怪了。王太医，我家宁儿到底怎么了？这四小姐的病有些奇怪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微臣真术浅薄，实在难以确认。今日太医院送医判刚好当值，不如请他过来瞧瞧吧。也好，福公公，烦请您知会我家侯爷一声。四小姐，皇后娘娘和公主殿下来看您了。婉婉小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